本期视频你将看到，想你的风终究吹到了波斯湾。兵哥介绍阿布扎比牛屋，头顶一块布，天下我最富。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抖买买。这期视频来聊一聊我去阿联酋、去迪拜、去未来位于中东的第一座牛屋旅游的故事啊。其实事情的起因还挺有意思的。11月18号呢，我跟开电车的昌老师一起录制了 Neo Radio 的10周年节目，大家都听过了吧？如果没听过的话，去未来的车机啊、微博 Neo Radio 的账号下去听啊。在录制节目的时候，我们意识到阿布扎比的牛屋快开业了，于是呢去查了一下机票，发现呢这以前机票还挺便宜的，上海途经广州到迪拜，往返呢只要1.3万人民币。广州呢出发稍微贵了一点，单程就要1.4万人民币了。但是呢，昌老师说他有积分，他可以用积分去兑换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去中东玩一趟，顺便呢去看一看牛屋的开业。有同样想法的呢，还有羽毛哥和谢老板。于是呢，我们一个旅行团就这么组好了。上海的出发行程呢，一定是从虹桥机场的未来休息厅开始的。哪怕呢我是商务舱，我也愿意呢在安检完吃完东西之后出来坐一会儿。属于未来车主们的专享空间，舒适的椅子，Neo特色的饮料，安静的环境，甚至呢还可以拍飞机。这回牛屋的窗外呢就有国航的 B2447啊，还有1个月这架飞机也要服役30年了，是目前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民航客机了，而且呢也是看一次就少一次的波音747。大家如果看到这架飞机的话，有机会一定跟它拍一张合影哦。中转，我们去 transfer。你看，我们要是买个直达的，就没这些事儿了，这不就是中转一下，是吧？当时贵多少钱？4万5，4万5跟13000的区别，所以我当时果断选。还是转一下吧，大哥。对。迪拜打卡。迪拜，对的。迪拜这边跟着转国际标志走就可以。好，所以是在海关后面的太平洋开。好，谢谢。好。虽然我时间有点来不及，但这个广告还是要拍一下的。20 minutes later。这个广州的机场效率非常高，点个赞！我这种转机的竟然20分钟搞定，这是我史上最快的转机。这才感谢，来，这才感谢我们广州机场，很寒碜，就吃的有点寒碜。我吃的还好，吃的还可以。带礼物了啊！来，谢谢，一人一个哈。好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可太 local 了，我只能这么说，这可太 local 了。这些是用来干嘛？去迪拜的飞机呢，这回是330，南航到迪拜呢有一班350，但是350没有 WiFi，330是有 WiFi 的。大家有各自的事情，于是呢就选择了有 WiFi 的航班。这里还要夸一下南航的 WiFi 啊，看个朋友圈加载图片都卡，但是看视频号反而很流畅哦。我竟然在飞机上看完了兵哥10周年的直播，下次还可以坐南航。那吃饱喝足之后呢，一觉醒来就已经快降落了。南航降落的是在迪拜的 T1 航站楼，这也是迪拜机场给外国航司们所准备的航站楼，最早建设的那个也最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买阿联酋航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独享 T3 航站楼，配置呢还是要高不少的。搭乘小火车到海关入境之后，阿联酋是免签的，所以入境呢很丝滑。我们今晚选择住在downtown的索菲特酒店。咱们都在这儿 check in。然后某位同学说他的沉浸式出差没有好好拍，所以他决定走出去，重新进来拍一个。所以你看，就大家看到的这些美好的画面都是经过演绎过的，但是呢，也虽然是演绎，但也是正宗的，也是 UP 主们的辛勤劳动，对不对？你看多么沉浸啊，多么沉浸啊！酒店的房间出乎意料的大，可惜呢楼层给的很低，加上呢正好在清洁外墙，我就没办法好好的给大家拍一个迪拜的日出了。早上出门呢，迪拜的大街真的不是传说中那种豪车遍地啊，主流的品牌呢还是日韩，有特斯拉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阿联酋呢一年大概24万台私家车上牌。今年呢前3个季度总共卖出了7200台特斯拉，燃油车里面呢比较贵的有途乐呀、路虎揽胜这些车型。我国的汽车品牌呢，比如说名爵呀、吉利呀、江淮、长安、哈弗、长城也都有在那边销售。沿着双向12车道的谢赫扎伊德大道到了棕榈岛。如果呢你带孩子来迪拜玩的话，那么亚特兰蒂斯酒店值得住一住，它是有水世界的，可以玩很久。水族馆呢也是阿联酋比较大的一个水族馆，反正魔鬼鱼啊、小鲨鱼啊、水族馆一应俱全，而且呢各种各样的鱼类。
伴随着整个失落水世界，它是一个亚特兰蒂斯那种失落古城的建筑，比单纯的水族馆，我觉得景色还是不一样的。虽然呢是沙漠气候，但是这一个季节呢早上15度，一天最热的时候也就30度出头，所以呢你是可以在迪拜跑步的，你在迪拜甚至能看到跑步道，看到骑行道。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再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可以考虑把自行车托运过来骑车。购物呢，去了杜拜 Mall， 全球最大的商场，它是由10到15个 mall 中 mall 组成的，一共呢大概有1200个商店，16000个巨型停车位。我们想看看与国内的版本有啥不同，所以呢，我们午饭吃的是金拱门。哦，这个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传统，每到一地儿必来麦当劳啊。目测了一下，基本上东西跟国内卖的是一样的，少数不太一样的点了一下，也不是很好吃。不过就物价来看啊，数码产品、自行车、服装、服饰、化妆品并没有显著的价格优势，有些物品还要考虑到潜在的关税之后，所以挺难下手买的。这与我9年前来迪拜的时候感觉差异挺大的。事实上呢，就是这些年我国的生产力提高，再加上购买力平价考虑运之后，国内的商品已经没有那么贵了。当然了，不妨碍我们逛就是了。杜拜 Mall 呢，里面也有 Apple Store， 每一家苹果店呢，其实都独具特色。这家呢也不例外，在杜拜 Mall 最好的入口处，抬头可见哈利法塔，高耸的玻璃形成了一个室内的花园，真的有鸟类生活在这里啊！这种室内室外的和谐过渡，确实是一流的水准。商场里呢也有一个水族馆，付费的，如果喜欢呢也可以去看一看。还有一个奥运场馆标准建设的溜冰场啊，我在这看到一位穿着民族特色服饰溜冰的女士，优雅富有力量的动作，给我一种绽放生命力的感受啊。迪拜呢是一座能接受、能融合多元文化的地方，你能看到传统的服装，你也能接受日常的穿着。我拿 Neo Phone 在这抓拍了一系列照片。都来迪拜了，哈利法塔不可不去啊！这是一个不来会后悔，来了也会后悔的地方。全球最高楼加上日落的 buff 叠加，使得登塔的人特别多，排队呢排了将近有1个小时吧。我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，哈利法塔高度828米是全球最高的，但是普通用户去的是125层的观景台，高度呢是425米，而上海中心118层的上海之巅观光层，它的垂直高度是546米。但是呢，这并不影响你来哈利法塔看啊，因为呢这是不一样的天际线风景，而且呢你会在这感叹到人类在沙漠中扩张的勇气和技术。那晚饭呢就在杜拜 Mall 吃了，烤肉呢还行，景色一流，就在迪拜喷泉的边上。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音乐喷泉，有各种各样语言的，有英文歌，有阿拉伯语歌，也有张学友的中文歌。听听张学友的歌在这里。迪拜的哈利法塔哦。不是发展经济，大家一起搞钱才是硬道理，知道吗？这个音乐只让我有这种感觉。这个音乐就是感觉。哦。我已经想好我的视频，应该有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的感觉，真的挺好的。那告别迪拜之后呢，我们驾车去阿布扎比，130公里的行程，相距不远。几乎正中间呢有一个叫 Last Exit Park 的服务区，加油，2种油啊，一种是 Special， 一种是 Super， 对应95和98的感觉吧。95号呢 2.63 迪拉姆，98号呢 2.74 迪拉姆每升。迪拉姆呢和人民币基本上是1比2的关系。以 2.0 升的汽车100公里9升比较节俭的方法来算了，每公里呢大概是 0.23 迪拉姆。那这个服务区呢，同样还有特斯拉的超充，以平均补能50度来看的话，大概是64迪拉姆左右，算它能跑400公里吧，因为这里比较暖和，对吧？每公里的成本呢，大概是 0.15 迪拉姆，所以呢，其实电车相比油车还是有一些使用成本上的优势的。这个服务区的位置很大甚至呢可以放下换电站。没错，换电站的选址我们都给看了，就放在特斯拉的超充对面，让充电的人看一下换电3分钟的快乐。翌日也是牛屋开业的日子，不过呢是晚上开业，所以白天我们就先去阿布扎比的卢浮宫，这里也是强烈推荐的一个景点啊，这算是法国最大的在海外的文化项目了，也是阿拉伯世界的第1座综合性的博物馆。阿布扎比卢浮宫据说呢是花了重金打造的，还是很酷的啊！这里的建筑设计风格，包括展品，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来一下，可能要花掉几个小时。
这是一座在萨迪亚特岛上的博物馆，背靠波斯湾，主体呢是一个巨大的穹顶，漂浮在36米的高空中，通过8个金属的叠加层，阳光透过照下来，形成了那种光雨的效果。整座建筑呢也大量利用了光影来塑造建筑的形态，不管是阿拉伯民居风格的隔网，还是朝向水域的一大片玻璃，光影斑驳之中，你是能感受到建筑在流动的。展品呢也很丰富，除了有自己的展品之外，也有从卢浮宫借过来的展品啊，比如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。中间呢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文物，部分呢是经过丝绸之路到达此处的。画作呢其实也很值得来啊，有莫奈的真迹还不止1幅，甚至呢还有蒙德里安啊。那莫奈这儿呢还值得多聊2句，你要理解画作之间的关系。比如左边这幅风对杨树系列，那莫奈呢画了好几十幅，靠这个赚的钱之后去了英国，又画了查理十字桥这一系列的作品。你知道背后的故事之后呢，你去看这些画会显得更加有趣。但这个的特色是它的身上呢带着北齐，中国的。闹神旗。我也能画。总之呢，这个博物馆涵盖的范围很广哦，从史前时代的原始艺术一直到当代艺术家的创作都有，走马观花至少也要3个小时吧。如果你还要欣赏一下波斯湾的建筑，则要花费更久，准备好时间吧。下午时分呢，我们沿着海岸线行走，提到波斯湾呢，总会想起血与沙。然而这一片海湾呢，真的是宁静和祥和，水是碧绿的，公共海滩呢是可以下海的，而且还有救生员，这也展现了国家富足的一面吧。这海滩上呢，昌老师带给我们的民族服装白袍，总算有了用武之地。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，哈哈。Neo House 在阿布扎比的门店呢，位于 Isle Amaria 岛上的 The Galleria 商场的1楼。这个商场呢也是阿布扎比一个高档的购物中心啊，劳力士什么的也都在这里卖。商场1楼呢就是 Tesla 的中庭特卖，放了一台银色的 Model Y。我们聊了一会儿啊，这里的 Model 3呢是中国工厂生产的 ，Y 呢是柏林工厂生产的。最低配的 Y 呢60度的标准续航电池，价格是19万迪拉姆，折合人民币是38万左右，比国内贵了50%还多一点。牛屋呢一如既往是有2个入口，一个是面向街区的，一个是面向商场内的。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你熟悉的阿联酋销售的 ES8， 这边叫做 EL8， 以及呢 EC6 还有 ET5。下个月呢将正式开始 EL8 的交付，标配100度电池，售价36万迪拉姆起，约合人民币72万，比国内的60万的稍微贵一些。哇哦，第一次来到这里 ，ELH， 国内的 ES8。半夜2.2.3。嗨，李红，哎呀，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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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天出台嘛？下面是用户时间。感觉特别好。斌哥带你看牛屋。这个是这个阿联酋的总统和埃及的总统。哦。是他们签的这ET9的这个，这绝对是镇馆之宝。哦。一个典型的牛屋现在必须有的一个东西，技术底盘。牛屋呢也是未来全家桶进入一个市场的一部分啊，跟 Apple Store 呢其实是一样的，高阶的设计讲求的是与社区的融合。比如说这个开业的 Party 吧，你能看到斌哥的致辞，看到当地门店管理人员的致辞，你能看到当地的客户们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。除了语言肤色可能不相同，其他与国内我觉得没有区别，大家都爱美好的东西，这也是一种大同啊，对吧？除了卖车、特饮、未来各种的技术也有地方展示啊，他们把 CDC 拆开来了，露出了4颗 Orin X 以及 8295P 的座舱芯片。我印象里这好像还是第一次，这是未来定制化的设计啊，车内不同域之间呢不再需要编解码，顺带省了大量的线数，而且呢把散热系统也整合了，减轻了重量，提高了性能，智能驾驶和座舱之间的带宽呢也比以太网要提升了不少。
考虑到中东的朋友们呢没怎么见过换电，所以换电螺栓也单独拿出来展示了，可以更换的浮动螺栓式设计，你不用担心换电次数多了螺栓滑丝的问题。众所周知呢，阿联酋的 Seven 是阿布扎比拥有的多数股权的投资机构，2次投资的未来大概33亿美元。虽然股价呢有所波动，有起起伏伏，但是呢人家还是坚定的持有的。海湾国家呢虽然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容量比较小，但是人家人均收入高呀，购买力强呀，而且呢所有人其实都面临着石油减少以及更重要的减碳问题。电动车呢，尤其是纯电车，体验也更好。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这么热的天气，随时都可以开空调、开冰箱，那就这些就足以满足中东朋友们认识、接受电动车的一个简单的前提了。所谓用过回不去，这跟我们说的其实是一样的话呀。未来的出海呢，阿联酋牛屋也是中东和北非的第一家，相信接下来的几年呢也会布局更多。我们一直说呢，不要低效率的内卷，要卷产品，要卷服务，要走出去，这就是 NIO 干的事情啊！阿联酋国家几座换电站就能有极好的体验了，相比于国内已经部署了2700多座换电站了，部署几座就有很好的体验，这真的要容易很多。大家有空的时候来看看，来阿联酋记得来这个牛屋啊！如果呢你去欧洲旅游，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荷兰也都有未来，每一次去牛屋坐一坐，不仅很舒服，一定程度上你也会觉得很自豪。那告别了牛屋之后呢，我们研究了一下阿布扎比的文化啊。阿布扎比呢其实也是有大学的，有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。我预约了一个学校参观，这个学校的建筑跟博物馆似的，也很有讲究的。漫步在校园里，那种宁静和平和。最近的地缘政治变化很快啊，也许去中东读书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呢。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你不妨去一下大清真寺。谢赫扎伊德清真寺呢是阿联酋最大的清真寺，这座恢宏的建筑设计和制造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能工巧匠，其中包括1300名伊朗工匠，他们手工编制了主祈祷厅的地毯，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毯了。室外有4座高达106米的清真寺宣礼塔，傲然屹立，供人瞻仰。室内对吧？除了那世界上最大的地毯，镀金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，庭院中的巨型大理石马赛克艺术品，还有倒影池。虽然你可能没有这样的宗教信仰，但是我也建议你来看一看，就单纯的从建筑本身，你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恢宏之感，好吗？参观完清真寺之后，时间差不多，机场回国。回程呢依然是南航，南航退出天河联盟之后，导致在 T1 的休息室洗澡都需要额外付费了，朋友们避雷啊！还是跟来的时候一样，如果你预算够、时间合理的话，迪拜机场还是应该尽量选择 T3，那硬件设施更为出色。不过呢，回程由于盛行西风啊，只要6个小时就能到广州了，倒也很快。落地白云机场之后，再转机回上海，那历时5天的迪拜阿布扎比速通便算结束了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蔚来最近加强了传统的广告投放，你看白云机场，你看虹桥机场都有 ET7 的巨幅广告。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对的。ET7 这样的行政大轿车，它的传播与家庭 SUV 确实应该有所不同。作为 ET7 的车主呢，我真的希望大家去试驾一下，不管是驾驶感受，还是静谧性，甚至是车内的灯光音响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感，绝对是吊打同价位的5-6亿的。就连广告啊，蔚来的广告也是懂得去突出光影变化的，这就是这家公司的审美啊，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，好吗？所以喜欢 ET7 需要一台纯电大轿车的同学们，你去试驾一下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关于中东迪拜阿布扎比的速通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上订阅懂买买，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